美军特种部队换枪大战 ，Scar-H 惨遭抛弃 ，MK-24 究竟凭什么上位？最近，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干了一件大事，正式启动了新型 MK-24中程突击步枪的量产和换装计划。这就意味着，从2009年就在特种部队里服役的老将 MK-17 Scar-H 要被全面扫地出门。这次换枪绝不是单纯买个新玩具，而是美军特战部队面对现在的大国竞争以及未来可能爆发的高强度冲突，发现自己手里的家伙事儿不够用了，他们需要更远的射程、更好的后勤以及更强的单兵火力。于是 MK-24 出现了，一把枪能打2种子弹，完美符合美军的需求。那么美军为什么要淘汰 MK-17？ MK-24 又好在哪儿？换了新枪后，美军特战部队的战术又会发生哪些变化？想要弄明白美军特种部队为什么这么着急换枪，我们就得先来看看现役的这把 MK-17 Scar-H 到底把大兵们折磨成了什么样。MK-17 是比利时国营赫斯塔尔公司搞出来的，当年可是领着光环出生的。靠着 7.62 毫米北约标准口径的巨大威力，再加上相对轻量化的设计以及那个折叠枪托，在阿富汗那种光秃秃、距离又远的宽阔山地里 ，MK-17 确实威风过一阵子。毕竟美军手里那把打 5.56 毫米子弹的 M4 卡宾枪，在山谷里根本够不着敌人，而 MK-17 一响，射程和压制力直接拉满。只是距离产生美，实战见真章。在长达15年的高强度实战部署里，这把枪被美军特战小队盼包浆的同时，也彻底暴露了缺陷，可以说是在人机功效、机械结构以及配件兼容性上踩遍了所有的雷。在特战圈子里 ，MK-17 有一个外号“瞄具杀手”。火力军要强调一下，这可不是夸它能把敌人的瞄准镜打碎，而是这玩意儿疯狂克死自己人装在上面的瞄具。它的破坏力源于它独特的短行程活塞导气系统以及重得离谱的枪机框结构。当士兵扣下扳机 ，MK-17 击发的时候，巨大的枪机组会在附近环的驱动下，像个铁锤一样向前猛烈撞击闭锁，这就产生了一个向前的瞬时冲击力。也就是说，这枪开火时的动静是先往后坐，再往前猛撞。这种双重后座冲击跟弹簧气枪的物理谐振高度相似，结果这就坑惨了瞄准镜厂家。绝大多数军规级和商用的高级光学瞄准镜在设计的时候，脑子里想的都是怎么防范子弹往后推的后坐力。谁能想到 MK-17 还会往前抡一锤子？这种独特的前向附近冲击，极其容易把高档瞄准镜内部的镜片直接震裂，或者把里面的细小线路震断。没打几枪，瞄准镜就疲劳报废了。这还不算完 ，MK-17 用的是一体化挤压铝合金上机匣，它在激发的时候会产生一种类似音叉一样的高频谐振，顺着导轨一路传导到顶部的配件上，根本停不下来。实战证明 ，MK-17 不仅能把早期的 EOTouch 全息瞄准镜给活活震碎，就连大名鼎鼎的 PEQ-15、PEQ-2 这些红外激光指示器装上去用不了多久，也会被震得失去规定精度，甚至直接报废。好几千美元的战术配件在 MK-17 上面就像是一次性消耗品，除了费钱 ，MK-17 还费手。这是当年美国特种作战司令部招标时硬性要求留下来的一个历史遗留产物——随动式垃圾柄。这枪开火的时候，那个垃圾柄会跟着内部的枪机组在外面高速飞舞。在10几年前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在现代战术里，这就有点反人类了。士兵没法握枪。现在特种部队流行什么握姿 ？C-clamp 前身式抓握，手伸的长长的，一把攥住护目，压枪特别稳。但是你拿 MK-17 这么握试试，高速来回飞奔的垃圾柄直接就往你的大拇指或者手指上猛撞，轻则划破皮出血，重则手一疼下意识松手，直接导致卡壳。其次是战术设计姿势严重受限。特种部队打仗不是在靶场立正，你要在战壕里趴着，在狭窄的装甲车里蹲着，或者靠个墙角侧身卧倒。这个时候，那个随动垃圾柄容易撞到身上的战术背心，或者勾住背包带，甚至直接怼在旁边的墙上。垃圾柄被挡住了，枪机就没法完全附近闭锁，关键时刻直接卡壳，这可是要命的。还有一点非常搞笑，它的垃圾柄离顶部导轨实在是太近了。特战队员如果装了底座比较低的光学瞄准镜，在拉枪栓的时候，手指头经常磕在瞄准镜的边缘。在美军里，这有个专有名词叫刮指关节，每次拉枪栓都像是在受刑。还有就是消音器，现代特种作战全天候装消音器已经是标准操作了，不装都不好意思说自己是特种部队。但是 MK-17 的短行程活塞系统一装上消音器，毛病就来了，严重超压，大量的火药燃气排不出去，
导致枪机后座的速度和力量呈指数级往上涨。整把枪震得像个拖拉机，不仅加速了内部零件的磨损和金属疲劳，甚至能把机匣给生生震出裂纹。为了这事儿，艾芬公司还急眼了，明确发过警告：你要用消音器，必须买我们艾芬原厂定制的，敢在外面随便找个第三方的消音器拧上去，这枪坏了我们可不保修。问题是原厂的又贵又难买，这直接把特战部队普及战术消音器的路给堵死了。至于 MK17 那个标志性的折叠聚合物枪托，因为长得太像某款鞋子，被美军戏称为 UGG 雪地靴。这个雪地靴在激烈的战斗中非常脆弱，它的塑料卡扣和折叠机构在低温环境下只要稍微磕碰一下极易断裂，断了之后枪托就锁不住了，来回晃荡。枪托内部那个中空的调节托腮板背在身上行军的时候经常会发出松动的异响声，特种部队半夜潜伏摸哨，你这枪在背后咔嗒咔嗒响，这不是给敌人发信号吗？槽点太多，特战司令部终于受够了，决定换枪，搞出了一个叫中程气动步枪突击型的招标项目。经过层层筛选，位于美国爱荷华州的 LMT 防务公司在2025年8月脱颖而出，一口气拿下了一份为期10年、总价值高达9200万美元的独家大单。这把新进的特战步枪被美军正式赐名为 MK24， 也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它解决了 MK17 所有的问题，还有自己的特色，一把枪能打2种子弹。这把枪干掉 MK17， 火力军觉得一点问题没有，实力在那儿摆着，大家能看到。首先是专治各种步幅的整体式导轨平台 ，MK24 用的是 LMT 自家的专利，传统的 AR 步枪，上机匣和前面的护木是分开的，靠螺丝或者环固定在一起。但 MK24 的上机匣和前护木是直接用一整块 7075T6 航空级铝合金硬生生锻造，然后再用 CNC 数控机床一点点显出来的。这意味着整把枪的前半段没有一丝物理接缝，特战队员不管是他摔了、磕了，还是重重的架在掩体上，使劲压着射击，护木绝对不会发生哪怕0点几毫米的形变和位移。这就给装在前面的红外激光指示器、激光测距仪提供了一个绝对稳定的基准平台。不仅如此，它顶部的皮卡丁尼导轨是从头到尾连在一起的，没有任何断层，彻底消除了护木受力变形导致的谐振。换句话说 ，MK17 那个毁镜谐振的毛病，在 MK24 这儿从物理层面上彻底绝育了，人机功效也极度舒适。MK24 的下机匣用了 LMT 经典的 MARSH 系统，简单来说就是全双边操作，机匣左右两边按键完全对称，弹匣是放钮，枪机挂机锁，快慢机拉机柄，左撇子用起来爽翻天。在室内 CQB 近战要左右手换枪压视角的时候，或者不幸一只手受伤只能单手操作的时候都没有任何问题。最关键的是 MK24 的所有操作逻辑、握把尺寸、扳机手感跟美军用了几十年的 M4 一模一样。特战队员早就在靶场上把 M4 的肌肉记忆练了几万次了，拿到 MK24 的瞬间闭着眼睛就能上手，无缝衔接，不需要重新适应，大大降低了训练成本。以上这些还只是 MK24 的基础功能，这把枪最重要的特点就是更换口径，能打2种子弹。简单来说，它不是一把简单的枪，而是一套战术部署套件。它抛弃了以前那种一把枪只能打1种子弹的思路，美军直接给它配了2根枪管，一根是 14.5 英寸的 6.5 毫米克里德莫尔弹，一根是 7.62 乘51毫米 NATO。 这个克里德莫尔弹属于特战司令部的宝贝，从2017年开始，美军测试了将近20种中口径子弹，最后就敲定了它。原因很简单，这子弹的物理性能好，它的弹头修长，长径比极佳，弹道系数高，在空气中飞行的时候阻力小，速度掉得慢，首发命中远距离目标的概率更高。在500码的距离上遇到侧风， 7.62 毫米子弹会被吹偏将近 19.8 英寸，而 6.5 毫米子弹只偏了 14.2 英寸。而且 7.62 毫米子弹飞到1000码左右就没劲儿了，变成亚音速开始乱飘，但 6.5 毫米子弹能轻轻松松维持超音速飞到1400码开外，在远距离上的杀伤力甚至逼近了那些笨重的手动大狙。如果要跑到高原、荒漠或者山地，打那种几公里不见人影的大纵深远距离战斗，就用 6.5 毫米子弹，专门用来超远距离点名打狙击，干掉敌方的高价值目标。威力这么大，它的后坐力反而比 7.62 毫米还小了近 30%。特战队员连续开火的时候，肩膀不疼了，枪口不跳了，落点准得离谱。这几年这类弹药在军方关注度越来越高，原因很简单，它在射程和威力之间找到了一个新平衡，不用上更笨重的狙击系统，就能拿到一部分长距离优势。当然 7.62 毫米子弹也不是没好处，这家伙是老朋友了，如果打城市巷战、破门清屋，
7.62毫米子弹更好用。这口径穿透力强，停止作用大，破砖墙、打汽车防弹玻璃一打一个准儿。而且最重要的是，如果跟盟军一起行动，或者打到了敌后没补给了，7.62毫米子弹到处都是。搜刮一下友军或者常规部队的弹药箱，装上就能接着干。对于特种部队来说，以上2款子弹都是必需品。现代特种作战正从传统小规模集中突袭向分散化、网络化的多任务作战转型。单个作战小组往往需要独立完成侦察、突袭、狙击、火力支援等多重任务。以前的特种部队出门，为了应付不同距离的战斗，小队里既得有人带 M4 防身打近战，还得有人在后背上扛一把 M10半自动狙击步枪。这不仅占用了带水、带急救包和电台、电池的负重，枪坏了还得修2把，纯属折磨人。现在有了 MK24 这个部署套件，问题全解决了。MK24 的多口径模块化设计，使得46人的作战小组无需额外配备专用精确射手步枪，就能同时具备近距离突击与800米级中远距离精准打击能力，大幅增强作战单元的任务灵活性与战场生存能力。特战小队可以根据今天去哪儿打什么人、后勤怎么样，直接玩战术变形，装上短枪管，长度跟 M4 差不多，钻石升级下装甲车极其灵活。到了开阔地，换上 6.5 毫米长枪管，拧上高性能消音器，这把枪瞬间就能跟敌方的连排级狙击手对狙，完美实现了突击和准狙击的双重跨越。换枪管的时候速度还挺快。这枪的底部有2颗高强度的缩进螺栓，特战队员只需要拿出一把随枪配发的小扭矩扳手，拧松螺丝，把原来的枪管连带着导气管往前一抽，1分钟之内就能换上一根新枪管。也正因为换枪管， MK24 还有一个功能，零偏复位。枪管尾巴上专门做了高精度定位槽，插进去锁死之后严丝合缝。美军测试发现，在实战中频繁拆装不同口径的枪管，装在顶部导轨上的光学瞄准镜不需要去靶场重新归零，装上直接就能打，指哪打哪。这在分秒必争的前线，这点很好用。顺带一提， MK24 并不是从零开始拍脑袋设计出来的，而是踩着狙击型的肩膀走上来的。2023年 6.5 毫米口径的 MK1 Mod 0先行服役，作为中程精确武器使用。这一轮先上狙击配置，再往下推突击配置。狙击型服役过程中积累的数据和经验被直接用来优化突击版，哪些结构稳定，哪些零件寿命不够，哪些部位便于维护，哪些弹道特性最适合改成突击兼远程，这些都可以少走弯路。培训、后勤、维护也因此被打通，给后续大规模快速部署节省了不少时间。看到特种部队选了 MK24， 美军其他几个兵种可不干了，围绕着轻武器该怎么发展，美国陆军、海军陆战队和特种部队都不一样。美国陆军这边搞了个下一代班组武器计划，选了西格绍尔的 M7 步枪和 M250 机枪。陆军的想法很简单粗暴，假想敌现在防弹衣太厚了， 5.56 毫米打不透，我要大威力，我要一枪毙命。于是陆军弄出了一款 6.8 乘51毫米的高压混动弹药，用不锈钢和黄铜拼接做弹壳，这子弹的膛压干到了丧心病狂的8万 psi。要知道，普通步枪子弹膛压也就6万 psi 顶天了，这数据确实带来了野蛮的穿透力，几百米外能把重型防弹钢板打个对穿，但也让陆军付出了极其惨重的代价。膛压这么高，开枪的时候后坐力直接失控，枪口风暴震耳欲聋，就算装了消音器，全自动射击的时候子弹散布依然没法看，而且枪管和活塞被烧蚀的极快，枪械寿命大幅度缩水。最重要的是携弹量，这子弹太重太大， M7 步枪只能用20发的小弹匣，以前拿 M4 的时候，一个美国大兵身上能挂210发子弹，现在换了 M7， 负重没减，子弹只剩下了可怜的140发。真到了火力压制或者近距离遭遇战的时候，打几下就得喊没子弹了，基层的官兵骂声一片。2025年的时候，有个陆军上尉急眼了，直接写了一份52页的时装评估报告，公开狂喷，说这把 XM7 根本不配当现代制式步枪，装了消音器还会往士兵脸上喷有毒气体，熏得人眼睛疼嗓子哑，枪还死沉死沉的，搞得陆军高层灰头土脸。年底赶紧加单买了一批短枪管的 XM8 轻量化卡宾枪，试图找点面子回来。海军陆战队这边态度非常干脆，在2026年正式对陆军的 M7 步枪说了声滚蛋，我不跟你玩这种高压游戏，我们继续抱着我们的 M27 过日子。海军陆战队搞的是2栖登陆夺岛作战，滩头阵地上连个重武器支援都没有，步兵必须身轻如燕跑得快。 M27 打的是成熟的 5.56 毫米子弹，能用30发大弹匣，枪轻火力持续性强，而且在海边那种全是盐雾沙子的地方，抗腐蚀性极好耐造。海军陆战队不迷信陆军那种一发入魂的暴力美学，他们信奉的是压制，
给每个人配一把高精度的 M27和好的瞄准镜，在500米外靠着高频率、高精度的单发点射，照样能把敌方火力点压得抬不起头，既省了子弹，又完成了任务。最后，咱们回看特种作战司令部，在陆军追求变态穿透力和海军陆战队追求极度轻量化，互相看不顺眼的时候，走了一条居中的平衡路线。特种部队很清楚自己的定位，他们是尖刀，需要射程，需要精度，但更多是战术走位和首发命中率，而不是压着高压火炮跟敌人硬刚。所以他们压根儿没碰陆军那个能把枪管烧化、重量超标的6.8毫米高压子弹，而是跑到民间市场挑了6.5毫米子弹。这个子弹用的就是正常的标准膛压。这一步退让直接带来了工程学上的巨大红利。首先 ，MK24 可以直接套用非常成熟的 AR10 大框架，不用像陆军那样为了扛高压而拼命加厚机匣，整把枪的空重完美控制在 9.2 磅这个黄金平衡点上。其次，由于膛压正常，它的后坐力甚至比 MK17 还要柔和，瞄准镜保住了，枪管寿命保住了，精度也上去了。从这个角度来看 ，MK24 的诞生是美军特种部队在射程、精度、后坐、寿命和重量这个物理死结中找到的最完美解法，并且在实际作战时，小队远离大部队，补给支援不可能随叫随到，每多一支专用武器都是对机动性和隐蔽性的负担。现在一个小队把 MK24 带齐，换枪管、换弹药，就能覆盖更广的战术需求，这就是他们眼中的理想工具。总结一下，对于被抛弃的 MK17 来说，只能说是时代变了，一身毛病还要死撑，被踢出局是早晚的事儿。而对于刚刚上位的 MK24 来说，他拿着这套双口径变形的剧本，在未来美军的特种作战里绝对能大放异彩。本期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各位觉得 MK24 还有哪些优势？可以在评论区留言，大家一起讨论。最后不要忘记点赞关注，我是火力军，下期见。好的，各位观众朋友们，我们频道一直在聊真实的军事资讯和武器装备，后台也经常有朋友问，有没有值得推荐的入门级模型？今天就和大家分享一款近期接触到的产品。首先，它的外形还原度做得相当不错，比例准确，武器上的一些关键细节和标识也都有体现，材质也说得过去，拿在手上有不错的分量感。其次，它具备一定的可动性，对于理解基础操作原理有一定帮助，让它不仅是个静态摆件。综合它的做工和可玩性来看，价格确实比较亲民。对于想入门模型收藏，或者单纯想在桌上贴一个摆件的朋友来说，是一个性价比很高的选择。商品链接已经给你们上了，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自行了解。